說到底只要你夠強大，你連過日子的方式都会成為世界的標準答案。只要你夠自信你連呼吸的節奏都会成为世界的潮流節拍。以前的國際化是西方有什麼我們學什麼，現在的國際化是中國有什麼世界學什麼。同志们，先上一個顛覆你認知的重磅新聞。英國首相斯塔默剛結束訪華回到倫敦，第一件事就是對全英民眾喊話，別再固執地認為全世界都該說英語。從今天起每個英國人都該認真學中文，這是未來的必備技能。更離譜的是他還親自推薦了英國中學的卓越漢語教學項目，連自己子女都在偷偷練普通話。與此同時TikTok 上早已炸翻了天，成為中國人話題狂破70億播放。老外們捧着保溫杯，穿棉拖練8段錦，把精神中國人當成了最高榮譽。一句句我正在變成中國人的留言直接刷屏全球熱搜。同志們，這不是巧合。以前我們追着西方喊國際化，覺得星巴克、西裝、冰美式才叫高大上。現在倒好，西方正要帶頭學中文，老外瘋搶中式生活，連喝口熱水都能在海外封神。本期視頻咱不只看熱鬧，笑老外的可愛操作，更要扒透3個核心問題。為什麼英首相訪華後突然呼籲學中文？為什麼一杯熱水、一雙拖鞋就能征服被高大上綁架了幾十年的西方？這股席捲全球的中式熱潮，到底是玩梗跟風，還是世界進入非常中國時代的鐵證？保你看到最後會為中國的崛起狠狠的自豪，還能 get 到中國有啥，世界學啥的終極密碼。今日潮頭指大西，萬邦逐浪盡高低。忽聞東海雲雷動，一盞溫湯照九夷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釗。先給大家盤點幾個笑到噴飯又暖心的名場面，保證你們看完直呼離譜又上頭。第一個名場面，中式養生小白的翻車日常。自從斯塔默呼籲學中文後，老外們的中式熱情直接拉滿。TikTok 上模仿視頻堪比大型喜劇現場。有個英國小哥跟着煮皮蛋瘦肉粥，結果呢水放少了，煮成了皮蛋瘦肉糕，硬邦邦的，還一臉得意。這是中國硬核美食，比牛排更有嚼勁兒。學中文配這個絕了。有個美國大媽把多喝熱水理解成喝沸水，端着一杯剛燒開的水就往嘴裡灌，燙的直跺腳，還不忘對着鏡頭說：“為了學中文，過中式生活，這點痛算什麼？”這就是東方的神秘力量。更絕的是有個澳洲小哥為了完美復刻精神中國人，專門列了一份雙達標清單。中文要會說你好謝謝，多喝熱水；生活要做到穿棉拖喝溫水，練8段錦。他還拍視頻打卡，第一天就翻車，練8段錦把胳膊擰成了麻花，說中文把枸杞念成了枸杞。評論區中國網友調侃：嘿 bro， 中文跟8段錦你總得先搞定一個吧。還有德國大叔為了響應斯塔默的號召，專門去報了中文班。上課第一天就問老師：“老師我想快速學會我的保溫杯在哪裡？”這比學你好更重要。咱就是說老外對中式生活的執念已經超過了我們的想象。再看第二個名場面，國際化標準被中國徹底改寫。10幾年前，咱們嘴裡的國際化完全是西方的標準答案。買東西要選歐美大牌，喝飲料要加冰，穿衣服要穿西裝革履，連裝修都要搞歐式風格，擺個羅馬柱才算上流。那時候誰要手裡拿着星巴克的紙杯，走路都得帶風。誰要是喜歡穿唐裝喝花茶，大概率會被調侃老古董。可現在呢，國際化變成了中國有啥啥啥。斯塔默訪華時被中國的高鐵、移動支付、市井煙火氣深深觸動。回國後不僅呼籲學中文，還推薦英國企業跟中國合作。老外瘋搶中國新能源汽車，2025年中國出口汽車超700萬輛，其中新能源汽車260多萬輛，連英國、比利時這些曾經的高端汽車市場都被中國車占領。蜜雪冰城、瑞幸咖啡進軍美國，在紐約時代廣場開店，排隊伍繞了半條街。美國網友直呼這才是國際化的性價比。Shine Time 風靡全球。2026年全球品牌價值500強報告顯示，有68個中國品牌進入榜單，估值占全球總估值的15.1%，僅次於美國。
更硬核的是，2026年全球软實力指数報告顯示，中國是前10名中唯一排名上升的國家，多项指標全球第一。英國品牌金融公司董事长戴维·黑格直言，中國憑借穩定性跟持續的建設能力，軟實力逆勢上揚，全球都在向中國看齊。這些數據跟案例的背後，藏着一個不爭的事實：曾經由西方定義的國際化，早就被中國改寫了。過去我們追着世界要認同，現在世界追着中國學生活、學文化、學語言。痛點深挖，西方的高大上早已成了包袱。看到這兒，肯定有兄弟會問，為什麼英國首相突然呼籲學中文？為什麼老外突然對中式生活上頭？答案很扎心，西方那套高大上的國際化生活方式早就把他們自己榨乾了，而中式生活恰恰擊中了他们的核心痛點。就好比以前人們買阿迪耐克，一雙鞋好幾千，穿在腳上腳底生風。而現在的年輕人呢，見了面以後我在拼多多買了一雙鞋，100塊。另一姐們更狠，100貴了吧？我這雙才60。現在大家都是反向攀比，而中國恰恰就是讓你能解決這個痛點。對了，中國就是能讓你又省錢又有面兒，體面的活着。說到底西方年輕人被精致高壓壓垮，身心俱疲。大家看看西方年輕人的现狀，冰美式當水喝，早上一杯，中午一杯，晚上再來一杯，美其名曰提神，實則是靠咖啡因硬扛高壓工作，壓根就是牛馬的飼料。沙拉當正餐，椰子上撒點醬就敢叫健康飲食，長期下來腸胃問題一大堆。工作996是常態，甚至比我們還捲。情緒出了問題靠吃藥，身體不舒服了靠硬扛。為了維持精致的人設，每個月的工資大半花在房租、健身房會員、奢侈品上，明明負債累累，還要裝出歲月靜好的樣子。牛津大學2025年的全球幸福指數報告顯示，美國、英國、澳大利亞的15至24歲年輕人幸福感比其他年齡組低30%，英國年輕人的焦慮率更是高達45%。他們追求的高大上是精致但昂貴、體面但高壓的生活方式。這種方式讓他們形神分離，人是自由的，身體是垮的，思想是先進的，精神是空虛的。給大家講個真實案例，有個英國姑娘叫麗娜，在倫敦一家投行工作，每天早上6點起床，喝一杯冰美式，吃一片麵包，擠地鐵上班，晚上11點才回家，周末還要去學瑜伽，參加派對，維持精致中產的人設。結果去年她因為長期熬夜、飲食不規律、胃出血住院了。住院以後他刷到 TikTok 上中式養生視頻，開始嘗試喝熱水、煮小米粥，晚上10點以前睡覺，還跟着學了幾句中文。不到1個月，他發現自己不失眠了，胃也不疼，還在視頻裡哭着說，他以為以前國際化就是高壓精致，直到他過起中式生活才知道，原來人可以不用這麼折磨自己。痛點2，西方的文化優越感崩塌，急需新的發展方向。長期以來，西方總以文明中心自居，覺得自己的文化、生活方式、語言都是標準答案，全世界都該模仿他們。就像《論語》裡說的“見賢思齊焉”，只不過那時候西方誤以為只有自己才是賢，其他國家是落後的。可隨着中國的崛起西方的文化優越感徹底崩塌了。他們發現中國的高鐵350公里時速比他們的火車快好幾倍，中國的移動支付出門不用帶現金比他們的信用卡方便100倍。中國的市井生活，夜市美食琳琅滿目，比他們的快餐有溫度。中國的養生方式不用花很多錢就能讓人身體健康，比他們的保健用品又管用。斯塔莫訪華時親眼看到中國的發展速度、城市活力跟市井溫度，還跟在華發展的英國演員裴淳華交流。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。我喜歡中國的傳統節日，像端午節、中秋節。賣豆腐了，賣豆腐了！哦，老闆，豆腐怎麼賣？1塊，2塊。其子女流利的普通話讓他切實感受到中文的實際影響，這才下定決心推動英國人學中文。道德經說反者道之動，意思是事物發展到極致就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。西方的文化優越感、高大上的生活方式發展到極致，就成了束縛他們的包袱。而中國一直堅守腳踏實地、順應自然的生活理念，反而成了世界的新選擇。這就是老外瘋狂迷戀上中式生活，西方政要呼籲學習中文的核心原因。
他們不是跟風玩梗，是真的需要一套能解決自身痛點的生活方案。中國的自信讓世界主动靠近。以前我們總想着融入世界，总想着把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翻譯成外文讓老外读，結果呢，效果甚微。我們總想着推廣中國功夫、旗袍、長城，卻忘了最能打動人心的是我們生活中的日常跟文化自信。現在我們不再刻意輸出文化，不再刻意追求西方的認可，而是把自己的日子過得更好，把自己的生活分享出去，反而被世界瘋狂追捧。莊子說：“名者，實之賓也。”意思是名聲是實際內容的附屬品。以前我們總想着追求文化輸出的名声，卻忽略了最根本的實。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產品，我們的幸福感。現在我們不再刻意追求名，反而因為實的強大，收穫了世界的認可。老外說自己成為精神中國人，不是認同我們的政治立场，而是認同我們的生活智慧。他們學中文不是跟風蹭流量，而是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，融入中国。這種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靠近的轉變，才是真正的文化輸出，才是真正的大國自信。說到底只要你夠强大，你連過日子的方式都會成為世界的標準答案。只要你夠自信你連呼吸的節奏都會成為世界的潮流節拍。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國家，也適用於我們每個人。10幾年前，我們追着西方學，覺得西方的一切都是高大上，覺得自己的日常是土氣。10幾年後世界追着我們學，覺得我們的日常是潮流，覺得我們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標準答案。這種轉變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，是中國幾十年的努力奮鬥不斷強大的結果。不是我們刻意爭取的，是我們足夠強大足夠自信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。斯塔莫访华后呼籲學中文， TikTok 上老外集體變精神中國人。這些現象背後是世界格局的轉變，是國際化定義權的東移，是中國從追趕世界到引領世界的轉變。以前的國際化是西方有什麼我們學什麼，現在的國際化是中國有什麼世界學什麼。以前我們總想着跟國際接軌，現在才發現當我們足夠強大，我們的軌道就是國際軌道。以前我總想着被世界認可，現在才發現當我們足夠強大，我們的認可就是世界的認可。孔子說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”一個國家強大了，不用刻意推廣自己的文化，不用強迫別人認同自己，自然會有國家主動學習，主動靠近。一個人強大了，不用刻意炫耀自己，不用討好別人，自然會有人尊重你，敬佩你。中國現在就是這樣，我們不用刻意輸出文化，不用刻意推廣中式生活，老外自然就會來學，會來模仿。我們不用刻意爭取國際化的話語權，我們的強大自然會讓我們掌握話語權。家人們，本期視頻從斯塔莫访华呼籲學中文，到 TikTok 老外集體變精神中國人，從西方的痛點到中國的解決方案，我們扒透了中國文化成為全球潮流的底層邏輯。其實中國的強大從來不是為了征服世界，不是為了讓別人崇拜我們，而是為了讓我們自己能踏實過日子，讓我們的人民能幸福生活。中國文化輸出的成功從來不是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讓世界看到有一種幸福的生活方式叫中式生活，有一種自信叫中國自信。以前我們总结的强大就是有很多钱，有很强的軍事力量，现在我们才明白，真正的强大是你的生活方式都被別人認可，你的文化被別人尊重，你的人民被別人羨慕。真正的強大是你不用刻意證明自己，卻自然被世界關注。真正的強大是你連過日子的方式都會成為世界的標準答案。謝謝。